干完一瓶水，我又要去茶园。现在我的这个投篮技术越来越高了，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。这狗子现在是越来越不靠谱了啊！每次走到半路就悄悄自己回家了，又跑路了。我在这里等了好几分钟，没过来，就我自己了。你们看，这山上拴了好几条狗子，知道他们在这里干啥呢？照顾鸡哥啊，这里养这么多鸡，还有一只大鹅，小胖也拴在这里，好久没有过来给他们送吃的了，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。茶园正在修剪茶树，还有一只鸡哥的叫声，好洪亮啊！看这个茶树修的光秃秃的，一排一排的找吧。这里有一个鸟窝，白头杯的，找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小鸟掉地上。在茶树上面筑巢的鸟，现在这个季节是高峰期，所以窝里面不是有鸟蛋，就是有幼鸟。看，地上有鸟蛋，好像还没摔碎嘞。一定要轻拿轻放，不然的话一下就捏碎了。这2颗都没碎，这里还有1颗，3颗蛋居然都是好的，这是第一次碰到3颗蛋都没摔碎的，可能正好掉在树叶上面，如果掉在地面上，那都没了。先放在这里，我担心拿在手上，等一会儿摔一跤都碎了，搞树叶盖起来，以防被其他什么动物给吃掉了。这里又发现丢了一个鸟窝，是空的。然后我在这一块翻遍了，也没有小鸟，也没有鸟蛋。顺便让大家看一下没有修剪的茶树是什么样的，非常茂密。然后旁边就是修剪过的，光秃秃的。完了，我们刚刚放这里的3颗鸟蛋，等我再次回来的时候，就剩1颗了，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偷走2颗，这真是服了。刚刚家里给我打电话说要吃饭了，然后我赶紧过来，然后我过来一看就剩1颗了，难怪那么多窝，多数都是空的，可能就和刚才的情况一样，被什么其他东西给偷走了。我们吃完饭，下午有空再过来。下午5点半，我们继续上山。刚过来就发现了一个窝，好像窝才做了一半就被抄家了。然后在这里给大家说明一下啊，是因为茶山上的茶树每年都会定期修剪，正好这个季节很多鸟都在茶树里面筑巢，然后鸟窝就会被破坏掉。他们修剪茶树的时候会把鸟窝直接丢在旁边，如果窝里面有鸟蛋或者小鸟的话，它们的结局注定是死亡。所以说每天我有时间的时候，我就会过来搜救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被丢弃的。不过这个季节基本上里面都会有，没有遇到可能和上午的情况是一样的。哎，这里有小鸟。哎呀，身上冰冰凉的，2只，可能刚出壳1周的样子，肯定不止2只。我们再在这里找一下，这一片我都翻遍了，没发现，绝对不止2只，但是找不到了。上面还有好多我没有看，但是这2个家伙身上冰冰凉的，我先用手给他们保暖一下。保暖了10多分钟，他们居然开始张嘴要吃的了，可能已经饿了好几个小时了。抓了一个蚂蚱，先给他们吃1口，然后马上把他们带回去，不做保暖不行啊。回来之后给他们放到保温箱，顺便做了个窝，先给他们搞点吃的，喂饱之后我等一会儿再去山上看看。
命运有的时候可能就那么一瞬间，它就改变了。家里买了100个鹌鹑蛋，本来是要煮着吃的。今天我看到鸡鹅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了我以前养的鹌鹑，也很亲人。有一次忘记关笼门了，一只掉到池塘里面淹死，还有一只不知所踪。正好家里买的有鹌鹑蛋，所以说孵化几只玩一下。其实家里最近还买了很多鸡蛋，但是就是没有兴趣孵化。随机挑选了7颗蛋，我要孵化葫芦娃7兄弟，也不知道这个蛋的受精率怎么样，反正孵化着先看咯。一般17天左右出壳，有4颗蛋受精，这已经是第17天了，基本上都在出壳了，比我预想的还要好。这一颗蛋被我剥了一下，影响不大。这种鹌鹑的话，一般不用去剥，只要是温度、湿度达标的话，它们基本上都会自己出壳。这一颗也在自己着壳，还有一个太黑了，看不到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这个干脆我手动给它辅助一下算了，反正马上也要出壳了，剩下的就交给他们自己喽。又是新的一天，我的葫芦娃7兄弟这3只顺利出壳了，蛋壳全部捏碎，然后给狗皮膏药吃。被我辅助的那一只昨天就出壳了，另外一只昨天晚上出壳的，今天早上又出壳了一只，还有一颗蛋到现在没动静，我也懒得看了。有没有觉得它们特别小，我都不敢放地上，估计一跑就没了。刚刚放到地上试了一下，太活跃了，特别是这一只穿深色背带裤的。安全起见，找一个小鸟吃食物的盒子给它们放着，然后我要试一下它们的躺手能力。刚有一只一躺到手上就直了，真的就这一只穿背带裤的非常与众不同啊，给它往手上一放，它就这个样子了。换一只试一下，一点都不好使。最小的这一只我也试一下，这家伙也不愿意这么躺着啊，怎么穿背带裤的就这么与众不同呢？而且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。来，我们再来玩一下。你们看他动作一气呵成，还挺好看的。真有这么神奇吗？再试一下，就是这么神奇。就这性格，以后必须要重点培养。来，见一下布丁，以后你们都是好朋友了。放在狗布丁的身上，你别拿屁股坐它啊，这一下就扁了。哎，这家伙你干的啥事儿啊？算了，你还是躺在我手上吧，安全又有保障。我们家布丁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欺负任何一个小动物，换成其他的狗子，可能就会一口一个。走了，赶紧住保温箱。前几天下暴雨，我在池塘的这个角落捡到了一只被淋湿的喜鹊，应该是掉到池塘里面去的。就是这个家伙，我用吹风机给它吹干以后，它居然问我要吃的，我才意识到这是我放生的喜鹊之一。掉到池塘的原因我不知道，庆幸的是没有被淹死。今天是一个好天气，而且它好像也没什么问题，能吃能喝的。这几天都不知道吃了我多少条面包虫了，所以说就把它给放了吧。哎，往哪儿飞呀，你这小伙子？这是准备赖着不走是吧？居然上手了，好瘦啊，站在手上特别轻。飞走了。这几天算是很照顾它了，吃了我不少面包虫，关键是它一点都不怕人。放生的那一只红嘴蓝雀也回来了，现在羽毛也换的差不多了，嘴巴都开始变红了，挺好看的，就是很怕人。
我一靠近它就飞走了。这个野化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你这家伙嘞，要向别人学习哦，也飞走了。本来我以为这一次放了之后我们会就此别过，没想到刚刚我骑车从这里路过，它居然飞到我头上站着。更加离谱的是，它居然飞到家里面来，看到了我放在盒子里面的面包虫，试图把它给偷走。这几天我天天给它搞吃的，就是用这个盒子装的面包虫，它居然已经熟悉了。没啥用，它一会儿回来一趟，一会儿回来一趟，反正差不多就是10几20分钟，它就会飞回来一次。我在门口拦着都没用，它是把这当自己的家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家里没找到食物之后，它就一趟趟的进笼子，然后又出来。它可能以为进去我会给它吃的。前几天为了管控它，我的确是小小的训练了一下，但是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啊。不得不说，鸦科这玩意儿真的很聪明，依赖性也很强。自从这几天给它好吃好喝伺候了以后，它现在应该是不愿意自己找食物了。不过过几天就适应了，一直围着我，就等着我给它搞食物嘞。洗澡去，这么好的太阳，洗完自己去田里面找啊。它目前正在换羽毛，这个发型有点丑啊，而且我捡到它的时候挺瘦的，说明这家伙在户外过得一般般。今年放生的几只喜鹊，有2只已经彻底不回来了，另外几只还是天天回来偷狗粮，这家伙应该就是其中之一。洗完之后飞到这个房顶了，我刚看到上面有只猫，赶紧搞点面包虫给它叫下来，好歹人家也跟了我一路了，所以说给它搞点面包虫不过分吧。吃饱之后自己去玩啊，不要往家里飞了。我走了，估计短期以内这玩意儿是甩不掉了，这货特聪明。来，今天整点西红柿吃一下。这2个家伙是我昨天去河边抓蚂蚱的时候，在别人玉米杆上，人家要砍了嘞，然后我赶紧把他们给救回来了。马上我又要出去抓蚂蚱了，顺便带你们看一下环境，还原一下事情的真相。主要是昨天我的手机在家里面充电没有带，所以就没拍到。出来之后我差点都不认识这个环境了。昨天这玉米杆还齐刷刷的长在地里面，今天全部砍好了都绑起来了。昨天大概就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我发现的，不然的话今天可能它们已经成实体了，找都找不到。其实这个季节玉米地里面有很多白头鹎都在里面繁殖，但是我对玉米杆过敏，所以说我不愿意钻，太深了。但是最近早晚我都会过来看看，如果没有是最好的。我现在给你们看个东西啊，你们看一下，这玉米杆上很多知了蜕下来的壳，据说这东西很贵，是真的吗？旁边的树上也挂了很多，我随手捡了几个，就这么多了。这玩意儿没人捡吗？紧接着我认真的捡了2分钟，就满满一瓶。兄弟们，我是不是发财了？这里面到处都是，我感觉这玩意儿应该不属于我的财富，所以说我就不捡了，而且太热了，找个地方躲一下。还是我家这个傻狗永远对我不离不弃，这么热的天我一出来它就跟过来了。我其实是不愿意让它跟着，这个季节户外的蛇特别多，而且刚刚就在那个位置，玉米杆下面一个鸟窝被压着，我还说去看一下，有一条蛇，就这个位置，看到没？狗子还跑过去的，我赶紧走。蛇这个东西我还是有点小怕，赶紧把狗子带到安全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准备回去了。这么多准备怎么处理呀？好像对我来说也没用，先带回去吧。这狗子也不喜欢坐车，我是骑车出来的嘞。走走，回家去。这鸟是真跟我有仇啊！刚我看到它叼材料在这里做窝，我就过来问了它一句：“你是谁？”结果它就开始咬我的脚，欺负我穿拖鞋啊！这家伙。为了缓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以防绞痛，搞点材料给它做窝，收买一下它。
我说怎么突然之间所有的鸟全部都飞了？来了一只游隼，不知道抓了个啥，钻到这里面去的，没看清楚，该不是我的鸽子吧？赶紧回去看一下。还有几只鸽子放在外面，我也搞不清楚啊。反正刚刚一瞬间全部都躲起来了。地上还捡了一只不会飞的魔术鸽，这背上可能是公鸽子给弄伤的，毛都薅没了。这家伙的警惕性也真是够高的，刚一瞬间就躲起来了，也不做窝也不咬我了。我都转了一圈了，他还不出来。最后可能觉得户外彻底安全了之后，他终于是悄悄摸摸的出来了。赶紧做窝啊，冬季还没来，还可以繁殖嘞。说的都是啥呀？这开挖掘机了，别开了，赶紧进窝，猛禽马上又来了。你们看着啊，我现在用手机放刚才猛禽过来的一瞬间。其实他可能都没看到猛禽，但是所有的鸟一瞬间全飞了，特别安静。他就知道有危险，赶紧躲起来。再次让他听手机里面这个片段的时候，他还是会害怕，本能的反应。反正就是不怕我，从这边路过就问了他一句话，就开始咬我的脚。几点了？几点了我不清楚，但是可以给你送点材料。哎呀妈呀，你咋又在咬我嘞？这小伙子，要不是我这个人皮厚，就这几下我的手就要见血了。给他送到他的鸟窝去。路过的我操碎了心，我把它塞进去之后，他把刚刚放进去的材料又扯出来了，所以说这个窝做好几年都没做好，是有原因的。实在是这个纸你不需要的话，还是给我吧，留着上厕所也可以啊，也不能浪费。现在挣钱多难呢，还是让他自己找材料吧。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它窝里面真的是连一根毛都没有。不过里面有一颗蛋，预计不出3天就会被它玩碎。要不我们把蛋拿出来看看？哎呦，这小子，哎呀，这一口见血了，见血了。所以说啊，一定要远离这货啊。这一次我也是没办法，我就路过，他过来就咬我的脚，我能什么办法呢？穿拖鞋不是罪吧？哎，不跟他玩了，再见。发现了一窝傻鸟，别人家盖房子在这里堆了一堆砖，这里面有一窝小鸟，带大家看一下，就在这个位置，看到没有？好几只小鸟，走吧。希望他们出窝之前，这一堆砖还没有被用掉。祝你们好运，再见。再来看一下昨天晚上我下的网。有人跟我说下地笼子是违法的，的确是，但是我在自家池塘里面下一个地笼子应该不影响吧？就像我抓自家池塘里面的鱼，哎，好像有一条很漂亮的鱼，哇，有几条小可爱，我们把它拿起来看一下。这么漂亮的2条鱼，怎么钻到我的网里面去了？这帮鱼都知道我不抓颜值高的，所以说放了吧，喂鸟，鸟也吃不了。去吧，哎，嘿嘿，还有这一帮漂亮的小螃皮，去吧。这一条怎么不走啊？放生。剩下的这一帮鱼对不住了，要成为喜鹊的早餐呢。才几天不见，大家知道这3个家伙多大了吗？来看一下，顺便给他们喂早餐。3个大嘴怪，嘿嘿嘿，长得好快呀！现在羽毛都已经长齐了，给他们喂早餐。等一会儿再喂你3号，谁先吃？就你了。第2条喂你，张嘴呀。第3条给谁吃？你这个鸭子怎么这么能抢？就给你吃吧。
哎，给你一条，一直在抢着。好了，这是我的手，这个3号，哎呦，好像都吃饱了。来，给你吧。刚刚抓那么多鱼，一餐就吃完了，好像还没吃饱，还在叫。等一会儿再吃啊！马上给他们煮鸡蛋，鸡蛋已经煮好了，他们好像又饿了，看一下。哦呦，差点把我手都疼了。因为现在天气太热了，也没给它喂水，所以饲料就拌得比较稀。每天给他们煮了一个鸡蛋，荤素搭配吧。你们看一下，它们3个长得快不快？羽毛都长齐了，尾巴都这么长了。但是离学飞还有一段时间。体型越大的鸟，学飞的年龄越晚，因为它体重摆在那里。如果说是小型鸟的话，像翅膀有这么长，尾巴有这么长的话，都能飞好几米了。但是像喜鹊这么大块头的鸟，基本上还在刚刚学走路，离出窝还有一段时间。这一下是彻底吃饱了。你们3个大嘴怪，早点长大。自从柿子要成熟之后，每天都是各种鸟在上面偷吃啊。我过来找一下鸟，看一下八哥啥的有没有在上面。发现这货正在这里偷吃的，看，这个柿子已经吃了一半了。这里还有几只魔术鸽，你们几个吃粮食的待在这里干啥呀？水果又没兴趣。今年的柿子长得挺好的，不过越来越少了，都被这些小鸟给偷吃了。这个柿子已经被吃了一半了，已经成熟了。都这个季节了，蜜蜂还来凑热闹嘞。我们要小心一点啊，被蛰一口不得了啊！反正这些柿子每年我们都没摘过，全部都留给小鸟了。今天来选一个，等一会儿看一下狗皮膏药吃不吃柿子。这一个应该成熟了。就你呢，还破了个洞。这几只丝光椋鸟，天天不是偷小鸡饲料，就是偷面包虫。这几天又天天开始吃柿子，所以说它们也不跑了，就在家门口附近，反正总是有吃的。这里还有一只公的，母的去哪里了？看，这吃的多开心呐！所以说根本饿不到它们呢。母的也被我发现了，都在偷柿子嘞。你们对比一下，母的是不是长得比较丑？公的颜色特别漂亮。走啦走啦，我们站在这里，其他的野生鸟想过来吃柿子都不敢靠近，不打扰他们。哎，你这家伙，你怎么不去吃柿子啊？在这扯我的多肉。这是饿炸毛了还是刚洗完澡啊？应该是刚洗完澡，也饿不到它。这2只小八哥也是天天飞到家里面去偷吃小鸡饲料。我去给他们做个消音器，可能家里放的饲料没有了，好久没做消音器了，不得已啊，不然的话他们天天偷吃我的多肉，难搞我。特别是这2只小八哥，自己天天也不出去找食物，准备啃老吗？哎，明年繁殖期到了，你们2个赶紧跑吧啊！这2只八哥就是今年别人给我的蛋，然后我孵化出来的，已经换好羽毛了。这一只丝光对消音器还有兴趣嘞，主动飞到我手上来了，把八哥都赶跑了。看，换好羽毛后的丝光椋鸟，太好看了。而且他们几个好像还偷偷的学会了说话，应该是和二驴学的。我听到过几次，不知道哪一只。消音器吃完了，放一个柿子放在这里，记住这个味道啊，吃完了就自己去摘，不要再偷吃我的多肉了。快去，都尝一下柿子的味道，食物太多了，总是偷吃我的多肉干啥嘞？这个丝光换好羽毛之后真的太好看了，希望明年它们能在我们家附近繁殖，预计不出意外的话不会跑。回家休息一会儿，太吵了，一群麻雀都在偷狗子的饭吃，叽叽喳喳的，太多了。兄弟们，再过几天就要放国庆节了，你们有什么安排吗？
猜一下，我拿刀去干啥？这不，国庆放假哪里人都多，所以说嘞，我准备去山上砍一根竹子，做一根鱼竿。没事儿，在河里面钓钓鱼，多省心呐！路过河边的时候，先过来看一下资源怎么样。好久没来这里钓鱼了。就你们钓鱼佬的专业程度上来看，这里的鱼情怎么样？有没有搞头啊？对的，顺便让贝贝在这里面洗个澡，又节约了不少水。走吧。哎呦，刚到河边，看我看到啥了？一条搁浅的小白条，这还挺大的吧？看这个块头，和贝贝差不多长了。还好遇到我了，你运气真好。放生，早点回家。从这个情况上来看，这里的鱼真的很多啊。看来在这里钓鱼是没有错，可惜今天鱼竿都没有。这个家伙胆子有点小，也不洗澡。算了，我们还是去找鱼竿。在山边捡了一根，刚加工了一下，其实还可以，就是太重了，不要了。山上好多小动物啊，刚刚2只小松鼠在这里吃板栗，可惜它们的速度太快了，没拍到，尾巴特别大。这些板栗都没人要，都是野生的，所以说基本上都是被野生动物给吃了。这玩意儿居然没被野生动物给搬走，山上也挺多的，可能是还没成熟吧。我们就在这个位置找一根趁手的兵器，砍了2根，加工出来看一下什么情况。感觉一般般呐。这一根挺长的，但是有点重，不合适。这一根稍微好一点，但是不喜欢呢。再找一下，这一根还可以，就是有点短，差不多1.8米这个样子，将就一下吧。反正我对钓鱼没啥讲究，爱上不上。看，在旁边的地上还看到一个鸟窝，这真的是走哪儿都能碰到啊。这是白头杯的鸟窝，应该是别人在这儿砍竹子的时候给它弄掉的，是个空的。走吧，我的目标鱼竿已经找到了，可以回家了。等这几天有时间就过来钓鱼。回来了，这狗子真聪明，它知道我带着贝贝，它今天干脆不跟着我一起了。回来之后看到贝贝在我头上，它立马离我远远的，它也害怕把贝贝给吓着了。好，国庆节放假，到时候钓鱼我就带你去。